专业机密 Metric 教学时间。过去的魔术课里面呢，出现了许多呢观众朋友非常喜欢的内容，其中一个叫做魔术师介绍。还记得我们之前介绍过冰块哥 Malini、暴龙哥 Diverno。那么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一位呢，是我们魔术界的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在19世纪呢，横扫整个欧洲大陆，在欧洲几乎是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的。这位先生呢，如果非要让他封一个叫什么哥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叫他子弹哥。名字为什么这么帅气？没错，跟子弹有关系。各位知道，在魔术界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魔术表演，叫做接子弹。天下为公，无奸为快。历史上有很多世界著名的魔术大师都曾经挑战过这个表演。但是呢，这些魔术师虽然都变接子弹，都没有今天要介绍这位子弹哥呢来得出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接子弹的子弹哥呢，变这个魔术变到被枪射死。是的，那一次他没接着。这个爆出去，其实在魔术交流的时候，也可以显示出你学问渊博的一面。这位先生叫做陈连苏 （Chen Lin Su），是的，中国魔术师。这个中国魔术大师呢，在1918年3月28号这一天，3月23号，对，好。不重要，重要是在那一天呢，在英国的 Greenwood 绿林剧院表演这个接子弹的时候呢，砰，没接着，好，中弹倒地。倒地的时候呢，他大叫了一声 "I have got shot, put down the curtain"。就在那一刻，大家不是因为他被子弹射到了，觉得非常的惊讶，他口吐流利的英文才让大家惊讶。是的，因为这位中国魔术师呢，实际上是一位美国哥们。是的。叫做 William Robinson， 他用中国魔术师的这个人设呢，混迹欧洲20年，没有人发现过。哇，这个就厉害了。等一下，这位先生，这个长这个样子，你能觉得他是中国人吗？这个也真的蛮奇怪，对不对？好，只能说当时西方人士可能对这个中国人了解不深。哈，你只要做出这个打扮，然后这个假装不会说英文，大家就会认为你是中国人。哎呦，好奇怪哦！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哈，如果各位想要移民或者要去国外留学，想要考托福或住在国外，可以不用学英文了啦，不用考托福啊，好吧？人家对不对？换个造型就可以号称中国魔术师。是的，他这个人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William Robinson。从9岁的时候就对魔术有兴趣，然后呢，到处的找一些魔术大师当他们的助理，干什么呢？偷学。是不是在那个年代想要学魔术不是那么简单的？同时，外国跟中国一样，都是需要拜师学艺的。那他就是当助理的时候偷学，然后尤其是他会观察一些东方的魔术，比如说埃及、印度的一些中国的魔术。中国魔术有什么4连环？这个4连环，说真的，有中国非常深奥的智慧在里面。圆代表一个连续完美无缺的形状。据说的算了，我们以后专门介绍这个，好不好？中国4连环，好，历久不衰，到现在很多魔术师还在表演。还有大碗出水，好，从这个衣服里面拿出一堆有水的碗，这个可能各位都看过了。撕纸还原，好，这个魔术几乎从19世纪到现在就几乎要失传。好，那顾名思义就是撕纸。然后要还原嘛，好，这个东西其实过往以来有无数的魔术师表演过，我觉得其实只有陈林树的版本，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还原好，那么
实质还原。反正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那时候在西方是很少见的。那这个陈灵树呢，就学了很多这种东方魔术啊。然后他最早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 title， 叫做 Robinson the Mystery Man， 就是神秘人罗宾森。当时这个人设呢，并不是很讨喜，因为可能在当时觉得很土，所以呢，他觉得不行，我要洋气一点。于是呢，他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埃及，然后表演埃及魔术。观众还是不买账，后来他就变成了印度人，还是没什么用。最后他决定当中国人。于是呢，陈灵书这个人就从历史的舞台上出现了。他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人的样子，然后假装不会说英文。他也不好好去学，真的是，他就假装不会说，然后找了一个翻译，然后娶了一个中国老婆，但实际上这个老婆也是美国人，只是打扮成中国人的样子。这个真的是要做就做绝。然后呢，他就以陈灵书的 Master Magician from Oriental， 像的东方神秘魔术师的这种身份呢，开始在欧洲巡演。大爆红，当时在欧洲最红的流量魔术明星啊，巡回了欧洲王室各个国家里面表演，所有的人呢，只要他到现场，他到你的城市来，就会成为一组大新闻。他以这种方式混吃骗喝的，也不能说混吃骗喝啦，这种其实对吧，也就是商业包装而已。他以这种方式呢，整整7年都非常的顺利，直到第7年，他遇到了一个天敌。这位天敌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魔术师，而且这个人的来历不简单。这位先生叫做金灵福，号称慈禧太后的魔术师。他曾经呢表演给慈禧太后看，常常进宫去表演。然后呢，他是中国第一个巡回欧美、巡回美国又巡回欧洲的一个真正的中国魔术师，中国之光。这位金灵福先生呢，刚刚好那一年到了伦敦巡回表演。陈连书先生呢，也到伦敦表演，好死不死，好巧不巧，在同一条街上，我在这个剧院演，你在这个剧院演，那事情就奇怪了，对吧？对外国人来说，这两个人名字听起来差不多嘛，陈灵书、金灵福，说真的，连你可能都分辨不出来，对不对？外形看起来也差不多，这个我们是分辨得出来，可能洋人分辨不出来。然后变的魔术基本上也差不多，要么就是水，要么就是环，要么就是狮子啦。OK， 两个都是中国魔术师啊。可是这个金灵福先生就不服了，我怎么看你都是一位外国人，你跟我说你是中国人，还变中国魔术，说你是中国魔术大师，那你把我放在什么地方呢？所以金灵福先生呢，对陈连书先生呢，你们搞得清楚这两个名字吧？金先生对陈先生就发出了挑战了，我挑战你，好，我认为你不是真正的中国魔术师。第一个呢，我拿出10个魔术出来，你只要能够变出我这10个魔术师的一半，我就承认你过关。这是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麻烦你老兄到我们中国大使馆那边证明一下你是中国人，好不好？这件事情恐怕就难以做到，对不对？所以陈连书呢不慌不忙说：“好，我接受你的挑战，这个魔术呢我就照变。证明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太无聊了，老子不去。”那金灵福就说：“可是你哇，两个人就对吧？好，所以呢，到了这个决战这一天呢，金灵福先生呢没有出现。根据传说，是因为金灵福先生呢认为他不愿意，对方不愿意证明自己是中国人，他觉得对方没诚意，所以他就不出现，好，拒绝出席，老子不去。”但是呢，因为陈连书先生呢跟当地英国的媒体关系非常好，所以第二天的报纸上呢就说陈连书打败了金灵福，金灵福不敢出战，陈连书便没了金灵福。哇，舆论哗然，大家都觉得陈连书才是真正的中国魔术师，而金灵福先生这位真正的慈禧太后的御用魔术师就这样消失在了历史的洪流之中，而名字留下来的就是这位假中国人陈连书。是的。所以很多人现在崇洋媚外，对吧？我们都说他是假洋鬼子，但是实际上在100多年前，假中国人才是最洋气的。所以呢，这位陈连书先生呢，他就经过这个事件之后呢，他又继续以中国人身份再混迹了14年，前后加起来20年，好，都是以中国魔术大师的身份在欧洲表演，从来没有被任何人揭穿过。但据历史的记载，就是在我们魔术界的这些当时的典籍里面，其实在当时魔术界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当时的魔术师显然心地善良，没有一个人出来揭发他。魔术师都是好心人，大家都出来混的，好，别挡人财路，可能这个思路。好，刚刚说到哪里了？好，那接下来就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的重点了。是的，1918年3月23日，在这个 Greenwood 剧院里面呢，陈连书先生呢又表演了他最擅长、最轰动的一个表演，叫做接子弹。这个接子弹呢，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海报，下面有没有看到这个标题？标题的意思叫做被义和团处刑。
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义和团是一个非常凶狠的一个团体。好，所以呢，很多亲兵打扮的这些助理呢，上膛的枪，然后请观众在子弹上签名，然后对着陈林说发射。好，在那一天晚上，蹦下去之后呢，应声而倒。好，大家以为只是表演的一部分而已。好，没想到他就大叫了一声，好，用英文：“我中弹了，快把大幕放下来。”当然就送医不治。那这时候就回到了我们这个根本上的问题：魔术会变死人的吗？因为照理说有几种可能嘛。第一个就是这个枪呢是道具，好，子弹没有射出来。第二个是没有，就只有这个可能，子弹不可能射出来，对不对？不可能射出来的嘛，他嘴巴里面肯定是有另外一颗子弹嘛，照理说是这样子嘛。那这一天子弹为什么会射出来呢？有3个论点，第一个叫做谋杀论，据说呢当时有很多人恨他，好就把他的枪给换了。第二个呢失误论，好就是说他可能这个准备的时候哈不应该塞子弹的地方塞了子弹，哈这个就有点太夸张，我个人觉得哈。第3个就是自杀论，就是他故意的，因为他早就已经不想活了。好，某种原因，可能他欠债欠太多了，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了结自己传奇的一生。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表演归表演，不要拿命开玩笑，让子弹飞，不要去接。好，今天的故事呢说到这里为止。好，那如果呢大家还喜欢的话呢，接下来的这个魔术课里面呢，我们再介绍一些其他的魔术圈的这些内文秘史。